你像水 water 这两个符号本身有联系吗？实际是没有的。让它们产生关联的是因为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液体，是像这个日常我们饮用的水，符号本身是没有联系的。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在前面我们了解了 DeepSeek 的第一个网络结构词源化 tokenization， 它的作用呢是把人类的文字转变成独特编码完后的向量，神经网络就能理解这一个完后的向量，也被称作为词源。当然后续中我们有时候会用字来称呼词源 token， 因为字在汉语语法中的含义更容易被大家理解。但了解过之前资料的应该明白，这个字实际上表达的含义是 token。当然完后的向量这种独特编码也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就是维度爆炸。DeepSeek 用的词汇表有 12.8 万个 token， 也就是每一个 token 需要用 12.8 万维的向量来表示。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话，轻轻松松长度都干到上亿维了。第二个就是缺乏语义的关联，喜欢爱它是近义词，大和小它是反义词，而这一类的词语之间的关系从完后的向量中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token 完全没有去表示这样的关系， token 之间是完全独立，没有一点点关系的。当然话又说回来，能捕捉语义的关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在自然语言的文字中，你像水 water 这两个符号本身有联系吗？实际是没有的。让它们产生关联的是因为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液体，是像这一个日常我们饮用的水。符号本身是没有联系的，而是它所指向的意思是同一个，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们很大程度是一致的。文字符号之间本身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有联系的是文字指向的意义。在语言学上来说，能指也就是符号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互相独立的，但是能指所指向的意义，也就是所指才是有关联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中去看英语看日语韩文听其他人说外语会觉得一头雾水，完全听不懂和看不懂。看不懂是因为没有建立对应语言的文字符号和它所指向的意义之间的关联，听不懂是因为没有建立对应语言，比如说英语声音和所指向的意义之间的关联。我们能识别出来它的能指，也就是符号，但是联系不起来这个符号指向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完后的向量独特编码其实很好的还原了能指也就是符号之间互相独立的特点，但缺少了所指之间的联系。我们看这个词汇表就知道，完后的向量只有一位是1，其他位是0。两个完后的向量之间都是完全垂直正交的，就是它点阵的结果为0嘛。就像01和10这两个向量在二维坐标系中是毫无关联的一样。正因为有这两个缺点，所以我们期待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能够用有限的维度，不要维度那么高，同时能把语言文字的含义，它所指向的意义，所指的关系表达出来。还有一个隐含的要求，它必须是数字，因为神经网络只能处理数字。光想象一下这个要求就知道有多么难了，简直是变态。跟意义相关的维度有那么多，有词性，有性别，有褒义贬义相关，有语义相似性，有承担的语法角色、情感色彩等等各种复杂的区分维度。这些相互联系的元素特别多，文字相互联系的维度特别多。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说过，神经网络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能力是远远超越人类的。它比人类只能处理3到4个元素相联系的能力可是强太多了。让神经网络来总结，很有可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是的，最终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让神经网络来干的。DeepSeek 网络的第二个结构磁嵌入 embedding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磁嵌入的方法是由这位帅哥提出的，他叫托马斯。2013年他在谷歌工作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向量空间中词汇表示的有效方式。这篇论文就是大名鼎鼎的 Word to Vector。后来托马斯公开把这一个代码发布在谷歌 Code 上，后续迁移至 GitHub 供人们免费使用。10年后的2023年，这篇论文获得了 NIPS 的时间检验奖。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下节继续。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
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